这边是压缩，这边是拉伸，所以呢，这边的腹外斜肌它是鼓出来的，这边呢就看不到了，就拉平了，但是也是微微的有一点点鼓起来，然后和这个骨盆相接。对初学者来说，描图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方法，因为你用工具还不熟练，也不具备形感的时候，你是很难下手的。然后通过描可以快速的锻炼提升你的这个对工具的熟练程度，下笔描多了之后呢，你也会具备一定的形感，有了一定熟练度之后呢，可以通过临摹加深自己画形的能力。这个呢就在自然体块的基础上更进一步，更像人体的自然造型了啊，它有一些动态产生的一些形状的变化。练习人体一定要得法，得法了才能够事半功倍，才有效。千万不要盲目的瞎练。你看这几条线，在这个基础之上转下来，然后再多来几条，它就出现了一个面。然后这边再来两条轻的线，这个面就延伸过来，这边再来一个重点的面，更宽一点，胸大肌的体积就出来了，也是概括，但是呢，它更符合人体的造型。然后肱二头肌，肱二头肌下来之后，它与这个前臂相连，它有一个朝下的一个坡，这是它的自然形态，更接近真实，但是呢也比较概括。这是肱桡部形成的一块儿。这里有一个小小的小阴影，这是前锯肌、腹外斜肌、胸廓，胸廓下来有一个朝下的面，中线。这边是压缩，这边是拉伸，所以呢，这边的腹外斜肌它是鼓出来的，这边呢就看不到了，就拉平了，但是也是微微的有一点点鼓起来，然后和这个骨盆相接。对初学者来说，描图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方法，因为你用工具还不熟练，也不具备形感的时候，你是很难下手的。然后通过描，可以快速的锻炼提升你的这个对工具的熟练程度，下笔描多了之后呢，你也会具备一定的形感，有了一定熟练度之后呢，可以通过临摹加深自己画形的能力。因为在学国画工笔的时候呢，一开始我都是描的，我在小学的时候学的是国画，当时呢也不懂太多。反正老师让怎么画就怎么画，描多了之后下来之后呢，感觉自己控制笔控制的就特别的熟练了。其实每一种训练方法呢都有它的作用。这本画下来，你的人体绘画一定会有一个质的飞跃。然后画手的时候呢，也要多注意，这个地方呢特别容易被忽视，尤其是对于初学的人来讲，一些小的地方自己看似不起眼的，特别容易忽视它。就在这个手啊、脚啊，包括这种五官的定位上面啊，都容易忽略它。特别喜欢关注那些特别大的地方，小地方不管，画面中的小毛病就会很多。我们画画呢，就是要一个一个的把这些小毛病解决掉，才能高效的提升你的画画能力。